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娱乐频道。那今天这期视频呢，也是主要针对我们的新手朋友，还没有选择交易所的朋友。那么我们主要给大家聊一下呢，币安和欧易哪个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就需要从多方面来分析。首先第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就是它的资金是否安全，其次就是它的页面操作呢是否友好。再然后呢，就是功能的一些差异，比如说这种合约呀、这种期权呐等等，交易费率哪个更少？那么最后看一下呢，它是否有存在一个割韭菜的行为，比如说一个币种上架的一个审核能力。首先呢，就先来给大家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两个交易所的资金是否安全。那么入金到欧易所，那最关键的就是呢，它的资金呢是否会有问题。那从2022年到2023年这个 FTX 爆雷的事情，那么很多币圈的人呢应该都知道320亿美元呢归零。很多人充值到交易所的钱呢都无法取出，从而导致了很严重的币圈信任危机。那特别是中心化交易所，而欧易和币安他们都属于中心化交易所。那么因此资金是否安全呢？这个呢也成了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这里呢就有给大家提到一个储备金的概念。中心化交易所的储备金概念呢，指的就是该交易所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呢，为了应对用户的一个提款需求和交易所的流动性需求，而在平台上保留的一定数量的数字资产。那么这些数字资产呢，可以包括加密货币比如说比特币、以太坊等，或者是法定货币，比如说美元、欧元等。那这个储备金呢，在中心化交易所的运营中呢，它就起到了几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呢，就是提供流动性。中心化交易所的储备金呢，可以用于支持交易所上的交易活动，确保市场呢有足够的流动性。那么当用户进行交易时呢，交易所可以使用储备金来满足用户的一个买卖需求，从而确保交易的执行顺利进行。那第二呢，应对提款需求。用户在中心化交易所进行交易后，可能会选择将其账户中的资产提到外部钱包或者是银行账户，那么储备金就可以用来满足用户的一个提款需求，确保用户呢能够在需要时顺利提出他们的一个资产。那第三个安全保障，储备金也是为了交易所为了应对潜在的风险而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通过保留一定的数量资产作为一个储备，那交易所呢可以更好的管理风险，避免出现资金不足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欧易和币安。那欧易和币安呢，都是有每个月定期的一个第三方的储备金审计报告的。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可以查看这个报告。包括欧易呢也是有的，这里呢你也可以查看欧易的一个储备金率，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资金和审计结果。从这点上来看，资金还是相对安全的，至少保证了你的一个资金呢提取不受影响。因此在这点看来，那么两者呢它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和区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一个对比，那就是哪个平台更好用好用呢是从用户这里说的，更好用就是从一些用户的一个交互体验上来说的。那么准确来说呢，其实没有谁更好，只有说你喜欢哪一个交易所哪一个更适合你。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用手机的一个页面呢来给大家展示让大家来对比哪个更好。接下来呢，我就打开两个 APP 进行一个对比。这里可以看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主页左边是币安，右边是欧易。我们可以看到它两个主页的功能呢都差不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单个的详情页面。那可以看到这两者的一个详情页面呢，其实两者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里面的指标呢也都是非常齐全的。当然在交互上面可能存在一点点差异，比如说最下面的一排按钮会有一点点的差异，但是呢这个差异并不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交易页面。其实这样子看呢，两边没有任何的差距只是一个在左边，一个价格在右边，所以呢这个完全看起来它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其实通过这三个对比呢，发现它的差异的话真的非常的小。那关键就看你自己的眼缘你第一眼你看哪个更顺眼或者说你用哪一个用的比较习惯。我个人平时就比较喜欢用这个币安。
那其他的一个交付差异呢，都是比较小的。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币安和欧易的账户的话，可以点击我视频下方描述栏的有一个展开按钮啊，那你可以打开暂停视频呢，可以找到币安和欧易所的一个注册链接。那么你可以用我的链接呢来进行注册，并且呢填入我的一个邀请码，这样你就可以在后续的交易中呢永久享受20%的一个手续费优惠。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它的一个资金是否安全了并且用户体验呢，你都对比好了。接下来就是看哪个交易所的它的费率呢更低，因为每一个中心化交易所呢，每一笔交易呢都会收取一定的一个手续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这个交易费率。我们知道每一笔交易它都是要收取一定的一个手续费，所以大家在注册欧易或者币安的时候呢，一定要填写我的一个邀请码，那这样呢，你才能享受到20%的一个手续费优惠。这里呢，我们主要看一下现货和合约这两方面的一个手续费对比。目前这里给大家看到的是币安的一个手续费我们来看一下币安的一个手续费规则。这里普通用户它这里定义就是30天的一个现货交易额呢低于100万美金，那么它的吃单和挂单呢都是1/1000的手续费。可以看到这里呢都是1/1000的一个手续费，100万以内的美金吃单挂单呢都是1/1000的手续费。如果说还有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吃单和挂单，这里你可以选择用 GPT 呢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吃单，什么是挂单。这里你可以直接问他，你还可以截一个图，那么直接截一个图，让他帮我们解释一下这张图。在这里呢在币安交易所中呢，吃单和挂单呢是两个常用的一个术语吃单指的是市场中的买家或卖家呢直接接受订单簿上已有的订单，也就是以市场价格买入或者卖出。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我经常给大家讲的一个市价这个就是你可以立马与人成交，它成交的速度比较快，那这个呢就叫做吃单。那么也叫做选择的时候呢，你选了市场价那这个呢它叫做吃单。那什么是挂单呢？挂单就是在市场上呢放置一个挂单，那等待其他交易者来主动成交。这个挂单呢就相当于我们选择的一个现价比如说它当前的价格可以看到了，在这里呢它是91000多，那么我要限定一个89000多的一个价格，然后挂一个单在这里。那当价格低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的来进行一个成交。这里还有朋友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现价或者市价的话，那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一期视频呢有详细的介绍。这儿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右上角，这里你可以来看一下。那么你问 GPT 呢，它也会告诉你可以看到了它会跟你解释这个整张图的一个意思用户等级、手续费BNB 抵扣，那这些它有跟我们详细的解释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账号，描述栏呢也有成品账号，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链接。那么挂单呢，它通常就是限价单限定一个价格，这个呢它叫挂单吃单就是立马成交了，就叫吃单我这里简单给大家解释。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使用这个 BNB 做手续费代扣的话，那还可以优惠25%也就是你还可以享受这个7.5折的一个手续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一个币安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欧易的。那欧易的普通用户呢，可以看到这里呢是普通用户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挂单费用要比币安呢低一点。那么币安是1/1000，欧易呢则是8/1000，吃单的手续费呢是一样的，都是1/1000。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你币安你使用了这个 BNB 代扣，使用了这个 BNB 代扣手续费的话，它呢确实是比欧易要低的，并且它的吃单和挂单呢都低。所以说在这个手续费方面的话，如果你是普通用户，选择BNB 代扣也是相对划算的。当然如果说你持有一定的 OKX 的话，那么手续费呢也会相对较低。如果说你持有200个 OKB 的话，那也基本上是和币安的一个折扣手续费差不多，前提是你需要持有200个 OKB 它的价格才会较低一点。可以看到这里持有总持有量 OKB， 那这里呢大于或者等于200，那可以看到后面它的手续费呢就要偏低一点。其实也要看大家怎么样操作来降低这个手续费了。对于一个专业的用户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看的是普通用户，接下来看一下专业的用户。专业的用户它的一个手续费呢还是非常低的，特别是对于交易量比较大的用户比如说就像这个 VIP5
那么有的甚至可以做到零的一个挂单手续费。可以看到啊 VIP5 呢，它真的可以做到一个零的一个挂单手续费。那它的吃单手续费呢也是相对较低，因此其实这个 OE 的话，它更适合一个专业的一个交易者。普通用户它两个的差距就在于呢，这个币安它有一个 BNB 的一个折扣，而它就是因为有了这个 BNB 呢，也就成了币安的它的一个优势。建议呢，专业用户呢可以考虑呢选择 OE 更适合一个专业的一个交易者。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合约的一个费率这块相信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如果新人朋友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合约，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小鱼之前有给大家分享过，前面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合约期货交易，那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和这个右上角。我们先来看一下币安的一个合约，那这里我们直接点击合约，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分类这里它有 USDT 那后面呢还有 USDC。 我们主要看一下 USDT 的话，普通用户呢它是2/1000的一个挂单，普通用户的挂单呢是2/1000，那它的吃单的话是5/1000。同样如果说你使用这个 BNB 代扣的话，那么手续费呢也可以打9折，因此它的一个最终结果呢就是1/1000.6。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OE 的，这儿我们要把它调整为合约。 OE 在没有任何优惠的前提下呢， OE 和币安呢它是一样的它的挂单是2/1000，吃单是5/1000，只不过说币安呢它是可以使用这个 BNB 才可以，所以这个最终呢也是看大家。 OE 的话可以购买这个 OKB， 当购买200个以上呢，它其实和币安呢就是一样了因此这里还是要看大家怎么样去进行一个选择。整体来说它的普通用户呢差距不大，对于专业的一个合约操作用户呢， OE 呢看一下它的专业用户呢那还是一样的，手续费便宜。可以看到比如说 VIP5 的它的还是一样，可以看它的挂单可以达到一个零手续费。因此其实对于专业用户来说呢， OE 呢相对要好一些。那至少其实你是专业的话，你在这方面呢你可以节省很多的一个手续费的钱。所以这个最终看大家你是想是普通用户呢还是一个专业用户，你可以经过刚才的一个费率呢来进行一个选择。最后来给大家看一下两者之间呢它都有哪些交易场景的功能差异。币安的话它里面有现货交易、杠杆交易、 C2C、 散对和大宗交易。那么 OE 里面也是一样有散对、现货、合约、期权。那么在交易功能场景方面，其实两者都基本上呢都是支持的，没有什么差异。不过币安呢它有流动性的一个挖矿OE 它是没有的。 OE 的一个金融理财业务呢也是差不多的，因此其实在两者的一个交易场景方面呢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差异点呢在于支持的一个币种。那么 OE 和币安币种呢支持的一个交易币种呢都是不同的。其次呢它的合约交易支持的币种呢也是有所差异。那么就是可能它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有的币种呢可能你只能上币安上面去交易，那么有的币种呢你就只能在 OE 里面去交易。目前呢币安呢是排在交易所的第1 ，OE 呢排在交易所的第2。那这两个交易所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去选择一款适合你的一个交易所。那么这里相关的链接呢我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OE 和币安的一个注册链接和邀请码呢大家可以暂停视频可以去进行下载注册。那么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么你更喜欢哪一个交易所呢？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